在路上遇见莫拉追求你，你选择？可是我比较喜欢阿兹卡哎，对不起，还是拒绝你好了。恭喜你答对喽！这里先开启一个没有水银的弹幕，等待我们辅助的到来。他一越塔，我们马上越塔把对面死神之友打出来，再把他人头收掉。这里 S 牌迪拉克辅助想要来支援下路，马上一技能直接把他就平 A 收掉。这里又一个弹幕把对面直接一个0换2。看到对面有我们这么差血，他满血，对面是输出，这样打他还闪现，还把他收掉，太夸张了，卡芬尼。那我叫大家呢不用学费，可是呢，请在下方现在点个赞哦，大家，你的小小的点赞对我来说是最大的支持，对，就是你哦，小兄弟。本节目没有人赞助播出。Hello everyone， 我是 Mad Team 的窝窝，这次带来的是卡芬尼走魔龙路改强的一个实战解说。那如果还没订阅窝窝频道的话呢，请先订阅，要不然的话就失去一个叫你上 S 的方法。那如果你有玩过卡芬尼或者是玩过射手位的话呢，请在下方点个赞。那如果你是喜欢玩其他路其他英雄的话，也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窝窝你喜欢玩什么路什么英雄，那窝窝的话呢也会尽量出那个英雄的实战解说来给你看。这里呢我们看到我们自家打野来了，那对面的纳克罗斯这个时间点也过来，他回手还想切一个强化普攻，再来一发把他收掉，拿下这个 First Blood。 那可惜我们自家的这个中路小兄弟呢，这个时间点选择先清理一个兵线。那其实如果先把对面推走的话，这里可能不用死，那没所谓啊，线上唯一1颗人头，这把唯一的1颗，那也跟对面纳克罗斯做了一个交换。其实在现在这个版本之中呢，卡芬尼这个英雄真的是很厉害啊，自从这个12月12号的一个早上的改强之后啊，其实说是改强嘛，感觉上呢只是让这个我们的卡芬尼重回以前那个强势的感觉啊。可是呢现在的卡芬尼真的很强啊，很多波啊这个操作都是极限的反杀。看到我们辅助小兄弟这个时间点给了一个这个视野，然后呢在我们自己的红 buff 区啊集结，不啰嗦，开启弹幕把对面的这个阿兹卡先收掉。然后呢对面的勇啊在这个位置的话其实是很难对他造成一个输出，反而很有机会被他封针。然后这里画风一转，开启一个没有水银的弹幕，把对面的这个勇呢直接越塔。这个就是要如果看到自家辅助已经想要去越塔的话，必须要呢有那个意识，因为窝窝看不少小兄弟呢，可能有时候辅助想要越塔是绝对能够说掉，可是碍于自己就没有去想要跟上的话，那就会比较麻烦一点。这里对面这个 S 牌的这个迪拉克辅助小兄弟啊，我们跟他在这里呢先退一退，因为他现在这个时间点呢是十分控制，而且他大招还没有缴第2段。那虽然他打的是辅助，可是还是蛮痛，可是没所谓，我们还是搭配队友把他死神之后打出来，再把他人头收掉。哇哦！那这里呢我们再把这个灵鸟拿掉，换取我们自己的一个视野，还有换取我们经验经济。然后看到呢在上面有个集结啊，一个大招先上去把对面全部打成残血，把对面的纳克罗斯直接收掉啊，再把下路兵线整理。这个时间点呢我们自家的辅助已经血量不健康，那让他先回城之后再打一波。跟着我们的打野，这里他想要切对面的这个阿兹卡跟上啊，不需要我们，他已经把他收掉，那也可以没所谓。这里对面的莫拉直接想进场，我们不断的用我们的平 A 啊，在这个草丛 L 草先蹲一蹲，看一下有没有进场的机会。那这个时间点再回去我们的这个下路整理这波兵线，兵线呢真的不要太浪费。
而且看到蛹的话，我们打野刚好在这个时间点把野区切掉的话呢，清完的话，我们就可以尝试的去切蛹。可是他直接逃回塔内的话，那就再看有没有越塔的机会。如果辅助小兄弟没有要越塔的话，这里就不好。可是越塔的话，马上跟上，搭配队友把他收掉，再扛着塔，把这个塔硬拆掉，换掉对面下路外塔，再加上对面射手为 ADC 的一个人头啊，这里呢再把下路兵线持续的整理。卡芬尼这个英雄呢，不像很多英雄需要出一些很多的一些攻速装，然后才会把自己的伤害提出来。卡芬尼这个英雄，只要你的暴击已经出来的话，他的这个伤害已经是很夸张，再加上在现在这个版本之中啊，他的这个吸血的这个比例呢上限又提高了啊，比起上一个版本提高了，那就真的很好用了。这里呢再把我们的红 buff 拿掉，做一个天丛云之刃。先第一件装备呢，先出一个圣剑，然后再出一个圣骑士战靴魔防鞋，然后我们刚刚呢之后再出一个嗜血弓。因为对卡芬尼这个英雄来说呢，他需要最需要的一个元素就是一个暴击。有暴击的卡芬尼跟没有暴击的卡芬尼简直就是这个天渊之别。所以一开始呢，我们先出一个圣剑啊，暴击伤害比例提高，这里直接强化普攻，把对面的阿兹卡收掉，再把对面的迪拉克收掉，做到一个1换2。再加上呢卡芬尼的这个改动之后，它的强化普攻啊，就是我们的重装模式，暴击率呢也增加了。对面的莫拉这里想切开启我们嗜血弓，这个时间点把它打成一个残血，再把它极限，一个刺客对一个射手能够这样玩的吗？结果是被对这个射手反秀，这个就是卡芬尼在现在这个版本之中这个吸血比例又提上来了这个上限，让对面刺客也好，很容易就会被反杀。使得这个卡芬尼这个版本我觉得很推荐大家去用这个英雄如果大家喜欢玩射手的话，在这一次的改动、这一次的改强之后，卡芬尼可以用了，很厉害，超级厉害。现在，那像我们刚刚说到的，一开始第一件装备呢出一个圣剑，是为了增加我们卡芬尼，他原本就是很吃暴击，增加他的暴击比例。然后呢，鞋子方面做个魔防鞋，魔防鞋是因为呢能够让我们没有出这个飓风不出飓风双刀的一个射手也有一个提高韧性的方法。再加上之后呢，我们就会出一个这个嗜血弓除了增加我们自己的吸血以外的反杀机会，还有我们一个暴击，这里直接开启这个弹幕，把对面逼退之后，把对面中路的2塔收掉。看到对面那克罗斯这个时间点呢，我们的血量不太健康，队友想要往前的话，我们还是可以继续的想要去进场。这里看到对面，这个蛹我们已经是这么残血，竟然把他直接反杀，他可是不断的去普攻，不断的去输出。这里对面这个 S 排的这个迪拉克又想要切我们这个小兄弟，才脚闪现来追我们反倒是被我们2发重装模式的强化普攻把他就这样打退了。那需要回城吗？绝对不需要，不开嗜血弓，只要把野区扫一遍或者是把兵线整理一下，血量就回来到满血的状态。看到莫拉在这里直接开启弹幕不啰嗦，顺便把灵鸟拿掉，他又想切，这里卡了一下不会动那我们没所谓，还是把他直接逼退。那这里看到中路有集结我们吕布第3段打到对面的这个阿兹卡，马上把他人头收掉，然后再在这个草丛呢看一下有没有进场机会，开启我们弹幕打对面的英雄。那这里对面的蛹被控制到，在这一把呢就可以看到，其实我们的弹幕大招呢，迪拉克大招是躲不掉的，挡不掉的。那我们再回首
想要去吃这个深渊魔龙是绝对可以，因为对面的法师已经被收掉，而且我们吃魔龙的速度呢超级的快，再拿下这个黑暗之刺，那待会就更加高的一个容错率了。然后呢，在下路有集结，开启一个大招，打野还没有到来，我们呢先等待打野，然后他在蹲点的这个情况下，看到对面那克罗斯在上路就可以打了，直接把这个天空巨龙秒掉，再把对面直接做到一个0换3，再把对面下路的一个2塔拆掉，回手再把这个下路兵线直接整理，再把下路高地呢直接拆掉啊！这里呢，我们看到，这个莫拉直接把他秒了，然后我们的炮车只剩下一丢丢的血量，我们要扛着塔，我们还有黑暗之刺不怕，直接把对面主堡拆掉，用一个射手扛塔，硬拆赢得这场游戏的胜利。感谢大家收看，我是 Matt 的我。喜欢影片的话呢，别忘了订阅、点赞和分享。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次再见。